朋友们，众所周知啊，一提到页游，大家呢就想到了一招999传奇垃圾。但是在隔壁的日本，却有一家页游啊，靠着自己的运营手段，成为了日本的顶级 IP 之一。没错，它就是碧蓝幻想。正好最近我也是一直在玩碧蓝幻想 Relink 嘛，有的朋友估计在问了，2月份过年时候出的游戏了，我都干完了，你怎么现在才玩？这不是过年没时间吗？不知道大家怎么样？我过年的时候不是走亲戚，就是在走亲戚的路上，是真没时间玩游戏啊。现在呢，好不容易有时间可以完全的体验一下这款游戏了，结果真的是一玩就停不下来了。正好呢，现在也有很多人的游戏长草了，那么我强烈推荐还没有玩过碧蓝幻想 Relink 的朋友啊，去玩一下这款游戏，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。同时呢，估计也有很多的朋友啊是第一次接触到碧蓝幻想这个 IP， 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。首先说到碧蓝幻想这个 IP 啊，我们呢就不得不介绍一下它背后的公司了 ，CY Games， 俗称 CY。经常玩游戏的朋友啊，应该对这家公司相当熟悉了。赛马娘、影之师、公主连接、巴哈姆特之怒、偶像大师灰姑娘，全都是 CY 的，可以说是日本最有钱的手游厂商了。把这些日本宅男拿捏的死死的，就往他的游戏里边疯狂的磕啊 ！Give me the money, give me the money, give a chance。但要说到 CY 最早的一个游戏，那还得是碧蓝幻想。它呢其实是 CY 14年推出来的一款网页游戏，虽然说后续呢也推出来了自己的 APP， 但这说白了啊，也就是一个网页启动器。别看它只是一个网页游戏，但是 CY 啊，在这款游戏上下的成本是一点都不低。美术团队呢是请的史克维尔旗下《最终幻想》的主美金野一夫和吉田明彦，音乐呢更是请到了《最终幻想》3巨头的直松伸富担任谱曲。这个阵容绝对是当时 RPG 游戏的顶配了，精美的例会、动听的音乐，再加上全章节、全角色的配音和豪华的声优阵容，这款游戏啊可以说它从诞生开始那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，对当时的游戏界还是造成了一个不小的冲击。所以说上线之后的表现呢也非常的好，3年注册玩家就已经超过1800万了，而且呢，要求公布抽卡概率这件事情啊，也是从这款游戏开始的。虽然说这款游戏在日本非常的火爆，但是由于这款游戏一直都没有简中版，而且呢也没有找国服代理，所以在国服这边的热度就比较一般了。于是，在15年这款游戏最火爆的时候 ，CY 宣布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，要进军主机市场了。感觉当时日本游戏公司多少都对主机游戏有点情怀。那么在16年的时候 ，CY 呢宣布了2个游戏的制作，一款呢是给 ARC 联合制作的《碧蓝幻想 VS》，是一款格斗类游戏；另一款呢就是跟白金工作室制作的《碧蓝幻想 Relink》，是一款 ARPG 游戏。不得不说啊 ，CY 哪怕是找人合作，也是找业内最顶尖的。ARC 不用多说了，有着业内最顶尖的3渲2技术。所谓的2次元渲染，就是从人家那里开始的。光建模面数就4万加，而且只靠那么点人，还能干出来一大堆的游戏啊！这个装备《苍翼启示录》《龙珠斗士 Z》都是由 ARC 制作的，妥妥的业内大佬。那白金工作室就更不用多说了，《猎天使魔女》《尼尔纪元》。说到动作游戏，白金工作室肯定也是一流的。就在大家都觉得这几款游戏稳了的时候，出岔子了。19年的时候，白金工作室跟 CY 谈崩了，白金并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把这款游戏做好，所以游戏呢就只能转给 CY 继续做了。那 CY 呢，他之前又没有任何开发主机游戏的经验，于是就只能缝缝补补。这款游戏的上线时间呢就一拖再拖，直到20年的时候，《碧蓝幻想 VS》人家都已经上线了，甚至呢后续人家都推出来续作了，《碧蓝幻想 Relink》还没有上线呢，一直呢就拖到了24年的2月份。那么在几经波折，长达8年的开发之后，这款游戏出来之后的表现怎么样呢？我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，那就是爽。从这款游戏啊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，CY 在对待质量这件事情上边丝毫没有妥协。游戏呢还是延续了传统的王道剧情，简单用一句话来概括呢，就是救人。在这个救人的路上，虽然说比较老套，故事的反转你也可以预想得到，但是长达10几个小时的主线剧情一点都不拖泥带水，一个 boss 中间丝毫不带停的，完全没有卡剧情，就跟一整部动画压缩成一个剧场版似的，高潮一个接一个。在这方面真的是要给 CY 一个好评，再加上十分优秀的动画过场和演出，尤其是大招连学的时候。一群人，这就是我们的羁绊呐！当时就泪目了。俺も続こう。ラストって俺で決める。チャンストライ。届け。ディアストロフィズ。只能说啊，不愧是手游大厂，对于玩家的爽点啊，真的是摸得一清二楚。你在想啊，什么游戏能在前几个小时就让你直接变成巴哈姆特跟 BOSS 对轰呢？那有的人可能说10几小时都在主线，那是不是结束之后就没了？那我花这么多钱买这个游戏，不是有点亏吗？哎，不对，过完主线之后才是这款游戏真正的开始。游戏当中啊，一共有10几个角色，我们呢可以用角色的解锁券慢慢解锁，而且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技能跟武器，甚至呢还有专属因子，这些东西啊你都是需要刷的。一不留神，你的游戏时间就几百小时了。虽然干，但也是乐在其中啊。那有的人可能就说，这么个游戏，我手残是不是玩不了啊？非也，哪怕你是一个手残党，你也可以使用战斗托管的方式，起码过主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而且说实话 ，AI 的技术实在是比人好太多了，就 AI 的那个格挡跟闪避太牛了。起飞，哎飞。
除了在视角锁定方面用的不是很舒服之外，其他方面都挑不出毛病。毕竟这也是 CY 第一次自主做大型单机游戏，虽然说前期白金工作室给他打好地基了，但也很不容易了。能拿出来现在这个水平，我个人感觉是要给 CY 点个赞的。如果我们从商业角度上去分析的话，越早发售商业价值越高，但是呢，他没有妥协，这点还是蛮令人佩服的。OK， 说到这儿，有关于《碧蓝幻想》这个 IP 的介绍，我们就先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种内容的话，也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。下期呢，我给大家讲一讲 A24 这家神奇的公司。感兴趣的朋友呢，也不要忘记关注一波。咱们呢，下期再见。